一条街都是皇帝和贵妃。沈阳也有一个故宫，张学良旧居就在旁边。今天我将去游览沈阳最著名的2个景点，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。因为这2个景点都有很厚重的历史背景，如果没有导游的讲解，自己去就只看到2堆旧房子，相当于只是看了个热闹。所以我选择跟团，124元的半日游，还包含了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的门票。这2张门票我自己买的话需要98元，相当于花26元购买了导游的讲解服务，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。早上8点半，我在约定的沈阳故宫大门前找到了我的女导游，跟她开了个小玩笑。我问她，中午参观完以后，那个海鲜团餐，帝王蟹、波士顿、龙虾、大连、海参、鱼翅是在哪里吃？导游一下措手不及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慌张，说旅行社没有这个安排，是不包饭的。我赶紧说，是开个小玩笑，120多块钱怎么可能吃海鲜餐，起码也得再加50才有可能。女导游长舒一口气，心想这南方人开玩笑开得太真实了，搞笑水平跟咱东北人相差太远了。要是换成一个性子急的男导游，听到这个玩笑可能就炸毛了。沈阳故宫的大门口有几个可爱的小哥哥在拍艺术照，从孩子们的表情看，大都有点被迫营业的抵触情绪，有一个格格还发脾气了。摄影师除了拍照能力，还要具备相当高的情绪疏解调动能力。这位小格格表现得非常敬业，还确实显现出了几分皇家公主的气势。在此祝愿格格们成绩优秀，多拿奖状，进入学生会。门口有一个文创冰淇淋的售卖车。现在全国各地的景点都开始开发文创冰淇淋，反正只是在食物上印字，我觉得可以不用拘泥于冰淇淋，还可以做一做迪士尼臭豆腐、故宫糖油粑粑、九寨沟烤冷面、张家界钵钵鸡等等。又等了一会，团里面的人基本到齐。此时的沈阳故宫门前已经是人山人海。来之前我完全没有预想到，这样纯历史人文的景点也会如此火爆。今天的气温又非常高，旅游2大负面因素，人多天热，今天几乎已成定局。这个没展开的蓝色小旗便是我们团队的旗帜。机智的导游说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，不展开小旗，整个沈阳故宫里就只有我们是不展开的，便于大家一眼就找到队伍。漫长的队伍，炎热的天气，很多人说旅游是花钱买罪受，确实也是事实。但旅游过后再回想，就算是如此受累的旅行，体验也比躺在家里玩手机好上6.386倍。大多数人的生命长度都差不多，但生命的宽度就有很大的拓展空间。我第一次拍旅行纪录片是在2015年，当时在老挝拍摄了5天左右。直到现在我都还清楚地记得，长途国际大巴抵达老挝琅勃拉邦的车站，我从大巴上走下来，中南半岛温热的空气以及空气中混合的味道。那5天在我记忆中的细节内容，甚至多过某个庸碌的5年，就是这么夸张。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去旅行，旅行并不能改变你生活的困境，但是它确实能让你的生命更丰满。人活一辈子，到最后收获的就是一些带情绪的记忆，这些情绪包括幸福、惊喜、害怕、忧愁、痛苦、刺激等等。就像《指环王》里面的台词，人死之前，脑海里会闪现人生经典画面。对于这种历史文化的景点，我就不给大家按流程介绍了，那样会比较枯燥。我就总结其中一些重要的信息和有趣的内容。沈阳故宫又称为盛京皇宫，是清朝初期的皇宫。努尔哈赤定沈阳为都城，并在沈阳的旧城中心开始修建沈阳故宫。结果第2年，努尔哈赤便去世了，皇太极登上宝座，他续建了另外的一些宫殿。皇太极最后与世长辞，就是端坐在沈阳故宫清宁宫的南炕上，停止了呼吸。对于这位满清的皇帝，恩怨也好，功过也罢，我送上白氏主持的一句悼词：一生要强，一路走好。对于皇太极的死因，史书上写的是上无疾，端坐而崩。导游的话术里则是高度怀疑皇太极死于心脑血管疾病，应该是突发心梗或脑梗。为什么会这么分析？
是因为皇太极是个大胖子，体重达到了260斤，他晚年的时候胖到连马都驮不动他。由此推断，他肯定患有高血压和高血脂。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皇太极几位后妃的房子，房子的大小高低严格依据后妃们的咖位，地位越高的妃子，房子越高越大，由此可见等级森严。这几位后妃中有3位是亲戚关系，一个姑姑和2个亲侄女，共侍一夫。由于天气炎热，沈阳故宫里的文创冰淇淋生意还不错，许多游客一手拿着黄色的文创折扇，一手持宫殿形状的文创冰淇淋，消费的就是一个皇家品味。有一把扇子上写着朕想你了，另一把扇子上写着朕知道了。走到一处小花园，导游清点人数，发现丢了一个，赶紧微信上拍照发定位，花了20分钟才找回来。这就是龙椅，在龙椅之上有着巨大的能量和诅咒，心理素质不强的人坐在龙椅之上会是一生的折磨。像我这种患得患失、格局小到计较猪脚饭价格的人，稳坐那把99元的无人体工学电脑椅便是我的毕生归宿。大家不要以为当时皇家的人起居条件有多么的奢侈，这粗糙的大炕和木床放到现在感觉也就是招待所级别。所以大家不要羡慕封建皇帝的待遇，我们现在普通人都能享受到空调、冰箱、电视、汽车、互联网。从物质生活上来说，普通现代人的生活可能都超过古代帝王的享受。对于我来说，唯一羡慕古代帝王的就是3宫6院。房间里有一个特别的设置，就是放了一个木质的小岗亭，里面还坐着一个工作人员。没走近时，我还以为里面是一个蜡像，走近才发现里面架了个小电风扇，有人坐在里面工作。我非常好奇他的工作内容。其实这房间里也有栏杆隔开游客，如果只是监督不让游客损坏文物，我也想干这份工作。从沈阳故宫出来，门口这条满清街迎来了一天中最鼎盛的时候，半条街的艺术写真店生意都忙碌了起来。他们提供清朝皇帝、贵妃、格格、宫女的服装和化妆服务，做好造型后便会在前面的广场上拍艺术照。现在沈阳故宫的街上就出现了10几个皇帝同时出街，数不尽的贵妃格格散布于街头巷尾。因为天气炎热，拍照的皇帝撩起龙袍，插出2条大毛腿，严重亵渎了天子权威。从沈阳故宫穿过一条街，就到了张学良旧居。导游介绍说，张学良旧居主要有大青楼、小青楼、西苑红楼、赵四小姐楼等建筑。我当时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这些名字怎么听起来怪怪的。张学良旧居又称大帅府，是张作霖及其长子张学良的官邸和私宅，总建筑面积为2.76万平方。导游说，张学良还当了一次老赖，荷兰建筑公司承建的几栋楼房最终都没有收到张学良的工程款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张学良主政东北后，准备建7栋新的3层楼房，给每个弟弟分一栋。当时搞得还挺正规，进行国际招标，最后选定了正在葫芦岛施工的荷兰建筑公司承建，双方白纸黑字的签订的合同。1931年春天，荷兰公司开始修建。没过几个月，918事变爆发，张氏帅府也被日军占领。张学良只好通知荷兰方面停止修建。荷兰公司看张学良违约了，并依据合同要求张学良赔偿所有损失。张学良当然不同意，荷兰建筑公司便上诉到国际法庭。张学良还专门派了一个专员前往日内瓦出庭进行申辩，说本人全部财产包括建筑工程已经被日本当局强行霸占，剩下来的钱你得去找日本要。搞笑的是，日本方面迫于国际舆论压力，只好同意接手履行建筑合同，由他向荷兰建筑公司支付全部的建筑费。看来流氓只对比他弱的人耍流氓，对于比他强的人还是很讲诚信的。1933年，这些建筑全部完工。尽管张学良是以主人的身份建此房屋，但也只是见过设计图纸，终身从没踏进过这片建筑群。但在沈阳市房产登记档案里，这片红楼群的产权归属栏上仍然写着张学良的名字。逛到张学良旧居的某处庭院时，基本整个旅游团的人都坐在石阶上，
汗流浃背地喘着粗气，不太想往前逛了。这时，导游进行了一个神操作，他似乎早已预见了这一切。他掏出一叠照片，是剩下的没走完的景点内容。导游让旅行团的团员们传阅照片，然后进行就地讲解。可以想象，之前无数个同样行程的旅游团走到这里时，都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境况。在导游的眼里，我们就是10点撒食，半个小时后喂水的一群鸡仔。果然，人群就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乌合之众。12点半左右，全部的旅游行程结束，导游和我们挥手再见，他全程戴着口罩，我甚至都没有见过他的脸。有一个女孩偷看我登录短视频平台的账号，发现我是一个100万粉丝的旅游博主，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活的100万大 V， 她显得有些惊喜。我让她关注了我的账号，并嘱咐让她在我最新的视频下评论一句：真人比视频上帅多了。女孩欣然同意。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我仍然没有看到那条评论。